想象这个情境深入于一个德国的档案馆，这里有一个庞大的旧胶质唱片收藏，这就像一个来自100年前的声音图书馆。现在，它们大部分只是匿名的语言的碎片，如同数据点般收集，但有一套来自1926年的录音，完全不同。它不仅承载着一种语言，更承载着一生的旅程，一个无比惊奇的旅程，并有一种几乎被历史完全抹去的声音。那么，你真的能从一张100年老旧的唱片上的几道微弱的勾线中学到什么呢？这远远超出了仅仅保护语言的范畴。这是一个侦探故事，而所有我们所拥有的线索都刻画在那份记录里。我们的调查始于柏林声音档案的庞大收藏中。那么，让我们从文物本身开始。这个极度脆弱的历史遗物，藏身于世界上最重要的音频档案库之一。我们正在讨论柏林音响档案馆，里面大概有1万笔，来自20世纪初的1万张胶质唱片。我的意思是，尝试理解那个，它基本上是声音的时间囊，一个充满来自全球各地声音的图书馆，捕捉来自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世界的语言和音乐。并且在那庞大的收藏中埋藏着这些只有31分钟的一个男人讲话的客家话，一种中国方言。但是这些特别之处在哪里呢？这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这是1926年。想想看，这使他们成为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中文语言音频录音之一。这是来自失落世界的无价文物，但你必须理解，回到那个时代，正在被录音的人们，他们经常只被视为数据。你看，他们被称为线人，而不是合作者。他们的个人故事，他们的背景，即使他们的名字经常被研究者和传教士们无视，这些人正在收集这些声音。但这次的录音，这是不一样的。多亏了一些真正惊人的档案搜证工作，这个声音并未保持匿名。这个声音有一个名字。好的，那么他是谁呢？这个男人是谁？他几乎1个世纪前在柏林的一个麦克风前留下了他的声音，让我们这些年后能找到。他的名字是肖伟信。这里就是侦探工作变得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研究员通过将档案库的记录与旧的传教士文件相互参照，成功地拼凑出他的身份。而他们找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但这是一个真正非凡生活的故事，一个难以置信的野心故事。哇，这真是个不凡的生活。他在中国的一个小村庄出生，为了他的教育，他一路旅行到德国，在柏林为我们录制他的声音，然后仅在1年之后，他在瑞士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成为一位正教授。我是说，那种全球旅行和智力驱动在当时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但你可以看到，就在那个结束的地方，他的故事突然变得非常黑暗和巨变。让我们稍微从某种角度来看待他的成就。在55年的时间里，肖是仅有大约800名在德语国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之一。这个男人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出类拔萃的。好的，但是这些录音如此独特的并不仅仅是他们存在，这就是他们最初被创造出来的原因，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而这就是事情变得真正有趣的地方。看，同时在中国有一个大规模的推动，进行录音以创建一种单一的标准普通话，以统一国家。但小的录音有完全相反的目标，记录并教授特定的方言。而这里就是疯狂的部分。那些大型的官方普通话录音，它们已成为历史的遗失。但肖的声音却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在这块耐用的旧胶器中被录制下来。它幸存下来。你看，他们的整个目标就是所谓的教学法的方式。这只是一个花俏的说法，意味着它是用来教导的。这不只是某个人对着麦克风胡言乱语，这是一个全面的结构语言课程。某种肖与名为 Gotthelf 的德国传教士共同创建的东西，专门用来帮助其他人学习。他们建造的方式实在是太聪明了。所以你从语音学的绝对基础开始，重新回到原点，音调、母音、子音，然后你在此基础上增加语法，像是数字和如何结构句子。从那里，你将进入真实世界的情境，如在商店里进行的讨价还价对话，然后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真正好的东西。语言的灵魂，其文化被浓缩在谚语中、流行语句，甚至诗歌。
这不仅仅是一堂语言课，这是一门完整世界观的课程。但是肖的故事并没有在百灵的工作室就此结束。我们必须跟随他回到中国，回到他事业的绝对巅峰，然后走向其悲剧性的未完成的结局。所以在经过所有那些艰苦的工作后，肖伟信成功返回中国，而且他成功了，他实现了他一直努力追求的一切。他在著名的中山大学成为了一位经济学的正教授，与中国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并肩工作。他已经达到了绝对的顶峰，但即使在所有这些成功中，仍有着深深的恐惧感。在1930年，他写信回复了一位在瑞士的教授，他用德语写道 ：“Es tut mir so weh。”这意味着这让我感到如此痛苦。他正在谈论正在撕裂他的国家的政治混乱。回顾过去，这只是对他即将发生的事的一个冷静预测。接着，一片寂静，历史记录就此终止。在1949年的夏天，中国内战的混乱期间，国民党士兵扫荡了他的大学，并逮捕了大约150名教师和学生。肖伟信是他们其中一员，他被带走进行审问。在那之后，他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的最后日子，他的死，这一切都是个完全的谜。所以在这不可思议的人生之后，这趟旅程穿越了各大洲，并带领他到达他领域的最高峰。剩下的只是回声。那31分钟的他的声音，在那个柏林工作室中，他的最后一刻被永远的捕捉在石刻板上，在这个地球上留下的持久痕迹。你知道，肖伟信的故事实际上是从沉默中被拯救出来的。他的声音被找到了，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多少像他的故事仍然存在呢？有多少其他的声音只是躺在某些档案库里的脆弱老旧唱片和录音带上，等待被听见？